航空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是需要吸入空气的，这个工作呢由进气道来完成。但你有没有发现啊，客机发动机的进气道又圆又短，而战斗机的进气道嘛，这很多都是又方又长的。这是为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航空发动机的进气道。这两天呢，我正好有些感冒鼻塞，所以吸到肺里面的空气就要比平时少很多，大脑缺氧的感觉非常明显，所以完全就不想动。对于发动机来说，进气道显然就是它的鼻子了，而你最不希望看到的，应该就是它也鼻塞了吧？但它还真就爱鼻塞，为什么呢？因为跟我们不一样，飞机，尤其是可以超音速飞行的战斗机呢，它的速度范围非常广，而随着其速度的不同，吹入其鼻子里面的空气数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有麻烦了。发动机的核心只有一个，也就是它只能针对一种进气量高效工作，进气太少或者进气太多呢，它都吸不过来，相当于就是鼻塞了。而除了鼻塞啊，还有更麻烦的，那就是这个发动机的核心本身还特别脆弱，要是吹进来的空气速度太快，就会让里面的叶片发生震颤，从而损坏，后果很严重啊。那极限是多少呢？必须是亚音速的。你看这前后两点，对飞得不那么快，速度范围也不是那么大的客机来说还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对需要一路加速到超音速的战斗机而言就十分不友好了嘛。那可怎么办呢？就只能针对它的鼻子，也就是进气道下手了。战斗机的进气道之所以那么长，就是要肩负着解决以上两大问题啊。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先说减速。早期的进气道大多是皮托式、激波锥式和二元式，现在呢，这很多都用上了加莱特式和鼓包式。但不论是什么式，减速考的都是一个式，那就是激波。上一期我们刚好讲到过激波，超音速气流在经过激波后，速度大减，压力剧增。这不正好就是进气道想要的结果吗？所以呢，进气道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人为的制造激波。皮托式进气道是一个盾头带开口的结构，能够产生出减速能力极好的弓形激波，十分的简单粗暴，常见于第二代战斗机身上。当然，也有一些注重亚音速性能的三代机会使用，比如 F-16。它的缺点嘛也很明显，弓形激波的中心其实是个正激波，而正激波带来的阻力很大，还会让空气的能量骤降，导致发动机因为得不到高能量的气流而效率下降。所以呢，我们其实是不希望一开始就产生弓形激波的，它最好能是个斜激波，然后再慢慢变成弓形激波，这样既降了速，也不会损失太多能量。于是晚期的二代机和早期的三代机呢，就开始使用上了激波锥的设计。它会先用圆锥的尖端产生一道圆锥形的斜激波，让这个斜激波正好落在后面的进气道的边缘。进入进气道后呢，斜激波就会在两个表面之间开始反射了，每反射一次，速度都会减少一点点，最终演变成一道较弱的正激波。经过正激波后，气流彻底减速，最终来到了亚音速。同时由于是温柔的减速，所以依然还是能够为发动机提供能量较高的空气的，效率自然也就不打折了。有的激波锥甚至是可以前后移动的，以此来调节进气量，从而匹配发动机的不同工作环境，达到更好的工作效率。比如 SR7 上面那两台 J58 发动机。当然，跟下一代的二元进气道比起来呢，激波锥对气流做的那些事儿就根本不算什么了，因为它能够实现更加复杂的控制。比方说，可以缩放的进气口，在亚音速时扩大进气口，增大进气量；在超音速时缩小进气口，减少进气量。比方说，可以调整角度的进气道上缘斜坡，它能够让斜激波在任何飞行速度下都正好反射到下缘上，形成后续的减速链路，让发动机始终保持高效工作。很好了，对吧？除了结构有点复杂，重量不够轻盈以外，在进气方面呢，你还真没啥可以要求它的了。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缺点，慢慢就暴露了出来，不够隐形。二元进气道必须是个矩形，否则呢，之前说的那些美好的气流调节功能都是白瞎。但矩形的截面恰恰好相当于是一个完美的角反射器，使雷达波能够被原路折返，大大增加了其被探测到的可能性。这个在现代空战中就是绝对的硬伤了。那该怎么办呢？那就拿个斜切工具把矩形推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吧。它呢就是 F-22 机下面挂着的加莱特进气道了。有没有觉得如果只是把矩形推成平行四边形也太没有技术含量了嘛？应该没这么简单。你的直觉是对的啊，加莱特进气道的来头可不小啊。虽然不太看得出来，但它其实是一个沉波体。
我们之前讲乘波体的东风17是拿过一个模型来举例子，就是这个把两边往下拽了的斜导乘波体了。它可以把激波面包裹在其下表面上，从而利用激波来获得升力。那个视频很有意思啊，推荐你一定要看看。然后我们把这个斜导乘波体复制一下，翻转一下，再看看它俩接起来的激波面，是不是有点眼熟了？对的，就是加莱特进气道的那个平行四边形截面了。所以理想情况下，加莱特进气道是可以形成一张像薄膜一样包裹住其入口的激波面的，从而在不需要任何可调结构的情况下呢，获得较高的进气效率，同时还能避开直角边的直角反射器效应，提高引声性能，所以算是一个既轻盈又高效的现代进气道了。那么还有没有比加莱特进气道更加现代的进气道了呢？有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讲的鼓包式进气道了。它的全称应该叫做无负面层隔道超音速进气道，但由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位于进气道入口处紧贴着机身的那个鼓包了，所以通常都叫它鼓包式进气道。那么这个鼓包到底要干什么呢？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就是为了把负面层隔道给去掉的。让我们回头再去看看前面的几个进气道啊，有没有注意到它们同机身之间呢，通常都留着一道小缝。这个小缝就叫做负面层隔道，为的是防止负面层的气流进入到进气道里面。由于飞机的机身同空气之间是存在摩擦的，就使得紧贴机身表面的那一层薄薄的空气呢，流速较慢。当这层流速较慢的空气同其余的超音速空气一起进入到进气道后，极容易造成压力分布不均匀，轻则使发动机叶片发生震颤，加速金属疲劳，减少寿命；重则使压机机失速传震，直接报废。所以无论如何都是必须要把负面层隔离在进气道之外的。但负面层隔道的存在也不利于战斗机的隐身啊。其缝隙特定的宽度会使得特定频率的雷达波正好可以跟它发生共振，反射出强烈的回波，增加了自己暴露的风险。而鼓包设计的妙处就在于其前部扁圆锥形的造型，在气流经过时会在中间产生出一个高压区，来将负面层的低速气流推到两边去，使它们不偏不倚，正好错过了进气道的入口。但它难也就难在巧妙上，鼓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三维曲面，很难用传统的方法来分析和计算其产生的结果，只能依靠现代计算机的强大算力来不断模拟与优化，所以只有可能出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上，比如 F-35、歼20等等，在降低了重量和生产成本的同时，却提高了进气效率与引声性能。好了，以上就是这几种超音速进气道的简单介绍，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啊。之所以超音速飞机需要用到进气道呢，就是为了将超音速气流降低为亚音速气流，以便发动机能够正常的呼吸。而且降低的手段最好尽量温柔，能用斜激波就不用正激波，能多用几个斜激波就多用几个斜激波，越多越好。与此同时，要是还能做到结构简单又隐形的话，那就好上加好了。你记住了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一个有趣的事实 ，F117 虽然打头的字母是 F Fighter， 但实际上呢根本就不能 fight， 只能携带2枚炸弹，它其实算不上是一架战斗机。好，那么第一架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隐形战斗机的又是谁呢？也许是你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的 A12复仇者2，一架优雅的飞翼机。看上去有点像是 B2， 但其实比后者要小了很多，因为它本来应该服役的平台是航母。1988年1月13日，麦道和通用动力的一个联合团队赢得了为海军打造这架隐形攻击机的合同，所以才会用字母 A Attack 打头嘛。不过这架飞机呢，不但载弹量比 F117 更大，而且还能装下2枚 AM120中程空空导弹，把目标从地面切换到空中，转换成 Fighter 的角色，所以它实际上才是第一架隐形战斗机嘛。当然很遗憾啊，这架战斗机呢最终是没有登上航母。由于严重超重、严重超支，到了1991年，海军毫不客气的就将这个计划给取消了。结果嘛，还惹上了官司。毕竟你已经下了800多架的订单啊，哪能说取消就取消呢？得要赔偿。直到2014年收购麦道后的波音和通用动力还在向美国政府索赔2亿美元呢，也不知道到现在到底有没有成功呢？好，既然拿神秘的 A12复仇者2开了一个头，那咱今天就继续来说几架隐藏在 F22、F35和 B2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隐形飞机吧。它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金主——波音。先说最早的一架啊，
853-21安静鸟。但我说最早的时候是认真的啊，因为它比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 F117的前身慵懒还要早上了将近15年呢。虽然它从来就没有真的要飞上天的打算啊。安静鸟从一开始呢，就是作为一架摆在雷达面前，研究如何用材料与形状来降低雷达截面的模型而打造的。从1962年一直测试到了1963年，比洛克希德的臭鼬工厂开始的还要早啊。因为彼时后者还没有拿到那个著名的方程式，写出突破性的回声1号计算机程序嘛。其实波音的研究呢还是颇有成效的，只不过有点太超前了，军方完全就不理解，又哪里来什么兴趣呢？所以波音就把这些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呢自己留着，将它们应用在了后来的 AGM-86 空射巡航导弹的设计上，以及更复杂的复合材料结构的开发上了。当然啊，由于它只是一个模型，所以叫它是隐形飞机，难免还是有点牵强的。那好，下面咱们就来说两架是真的了啊 ，YF-118G 猛禽和 X-36。这两架呢，本质上都不是为了量产而生的，并且呢，都是出自于波音旗下的同一个团队——幻影工厂。严格意义上来说啊，是麦道的幻影工厂，只不过呢，被波音收购之后就成了波音的了嘛。和洛克希德的臭鼬工厂类似啊，幻影工厂也是专攻高度机密、高度先进的军事技术的部门。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啊，他们中的一组工程师呢，都在围绕着一架造型独特的隐形飞机转。它就是，如果你在51区的上空看见它的话，大概率会认成是 UFO 的猛禽了。它样子实在是太特别了，一副不可能是地球人造出来的样子。但偏偏人家就是在空中前前后后稳定的飞行了将近40次，验证和测试了大量的关键技术，将波音的快速原型设计和整体结构复合材料的生产能力拉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就是 X-36了啊，这是一架跟 NASA 合作开发的无尾隐形战斗机项目，也是旨在验证什么呢？验证没有垂尾如何照样做到灵活啊。今天的隐形战斗机啊，极难瞄准，但实际上呢，即使是使用过时的雷达来发现和跟踪它们，却并不是很困难，因为这些战斗机对性能的要求很高嘛。像是 F-35、F-22还有歼20这样的隐形战斗机呢，都配有大型的发动机进气口和垂直尾翼之类的东西啊。这些东西虽然不会降低它们在高频瞄准雷达面前的隐身性，但是却会增加它们暴露在低频预警雷达面前的可能性。不够完美吗？那反过来，像 B-2这样的隐形飞机呢，它就没有以上这两样东西了，所以隐身性能得到了强化，但是就别指望能有啥机动性了啊。那怎么才能结合一下呢？这就是 X-36想要干的事情啦。它使用机翼前部的压翼、分裂的副翼和推力矢量来补偿缺失的尾巴，实现了既能隐也能飞。当然，这架只有全尺寸大小28%的战斗机呢，采用的是遥控操作的，在短短25周之内啊，实现了31次的成功飞行，每一次都会有相应的技术迭代。总的飞行时长来到了15小时38分钟。它所留下来的很多资产呢，至今仍然笼罩在神秘当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聊的4架神秘飞机，你对哪架更感兴趣呢？留言里面来告诉我，咱们选一架人气最高的，再来仔细的盘一盘啊！很可以，很可以。空警500，运20。这是我前段时间去珠海航展时，用这台徕卡 M3 旁轴相机和这卷135的黑白胶卷拍出来的照片。大家也许把数码的照片呢都看得够够的了，那么黑白银烟下面的胖妞空警500六爷还有5直10会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看看啊。是不是完全就不一样啊？我很喜欢这种带有颗粒的厚重感，是数码相机怎么都模仿不出来的。所以呢，你也想自己尝试一下吗？其实很简单啊。下面呢就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不严谨的黑白冲洗教程了。之前黑白胶卷的冲洗理论呢，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直接来实践一下。这个是德国的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胶卷，是一个感光度是50的胶卷。然后这个据说呢，它里面的这个分辨率是非常高的，然后它的是全光谱的性能非常好。这卷胶卷是在2020年的12月份就会过期的，现在已经是2021年的10月份了，过期了1年，对，差不多1年。然后不知道它效果会怎么样。
然后我们要用到其实冲黑白胶卷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只有几步嘛。第一步是显影，然后显影完了是定影，然后定影完了之后呢，就是一个长时间的冲水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呢再加上所谓的稳定剂就是这样一个稳定，其实去水质的。因为我们用水洗之后呢，那个胶卷底片上面有可能会沾上水质，然后有水质之后，这个后期再扫描各方面处理可能就不是太方便了。那用这个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挂到晾干结束，它就是没有任何水质的。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试一下这是我的胶卷，这是我的显影液，然后它们两个呢是匹配的，这都是 HR50的这个 HR50的胶卷，再加上 HRDEV 就DEV 嘛是 develop， 对 develop 就是胶卷这个冲洗的这样一个英文的缩写，然后其实这个药水呢也已经过期了，是2018年的9月24日就过期了，所以说这两个都是过期的。但其实黑白这个胶卷和黑白药水呢过期并不是太重要因为这个它总之最后的呈现因为胶卷说白了就是一个有所意外性嘛，对吧？胶卷拍摄它跟数码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总会给你一些惊喜，就像上次这个九寨沟翻车的我还能救回来呢，所以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它的这个显影时间呢是1:49，比如说用1份药水加49份这样一个清水混合起来之后呢，在22度的条件下要显影11分钟。那我看看现在的水温是多少？26.5度，现在的水温是26.5度，也就是说是比它的这个标准的要高4.5度，理论上是应该要缩短时间的如果是11分钟的话，大概估计应该在6、7分钟、7、8分钟这个样子。但是呢，考虑到我的药水和胶卷它都是过期的，所以我就按照这个正常的22度的来显影11分钟。我们来试一下，顶多它不会出现这个显影不足的情况，肯定是会显影过度，对吧？显影过度那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它就会更厚就是胶卷的话，它底片出来就会变得更厚，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其实就是它的对比度会更大，黑的更黑亮的会更亮。这个每个人喜欢的这个不一样，有人喜欢这个比较柔和的，有人喜欢这个比较厚重的。对，我们看看出来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先取胶卷吧，对，然后把胶卷取出来之后呢，装到我们的显影罐里面这是我的显影罐，然后显影罐打开，装到这个片芯里面这个呢都是要在暗袋里面进行操作的。如果你没有暗袋的话，那有一个巨大的暗房也可以但我这儿是没有暗房的，所以说我就用暗袋。我取胶卷可以用这个这是一个马田的这个专门的暗盒就是取胶卷的这样一个小工具，其实很简单，把它插进去，可能有点手生了我都好久没有取过了。然后听声音，好，听到咔的声音之后呢，两个一起掰进去，你看就夹出来了。需要把这几样东西暗盒，然后片芯、片轴、胶卷、盖子、剪刀，然后全部放到我们的暗袋里面，然后把手伸进去，就开始黑暗当中进行摸索了，完全凭手感。但我手感还不错因为以前也装过很多次了。好，装好了，把它插到片轴里面，装进冲洗罐就可以了。夏天在暗袋里面装胶卷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会闷在里面出很多汗，然后汗一多的话，它就会把胶卷粘住，粘住之后就更不好取了。所以说我强烈建议，如果是夏天的话，在家里面用暗袋来取胶卷，一定要开空调。好，然后压紧。确保压紧之后呢，然后再打开。好，现在搞定了，胶卷现在就已经在里面了，然后等待着我们把它给这个显影出来。然后第一步呢，先要用水给它润湿一些我这个虽然说是用有矿矿泉水这个瓶子装的但是家里面再有矿呢也没法这么好这里面其实是自来水。
是空瓶子而已。对，先用一些水给它洗一洗，好，然后把它，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黑的啊，所以再洗一下。哎，第2次水呢，就会要干净很多了。接着就要开始显影了。用这个药水呢，是你看1:49，也就是说1份它，然后49份清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10毫升的这个药，490毫升的清水，又煮成了500毫升。因为我这里面只有1卷胶卷，其实没有必要这个用到500毫升的这个药水。如果滚的话，240毫升就可以了。那我就用一半吧，也就是说5毫升的药水。然后再加245毫升的清水就 OK 了。其实这个药水配出来之后，完全没有必要说是只用一次就把它倒掉，可以用，应该是冲2、3卷是没有问题的。摇晃均匀。好，接下来就把它倒进去，但是倒进去之后呢，我们必须要计时。开始计时。那接着呢，就是一个比较机械化的操作了，滚。当然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比较巧妙的方法，比如说像以前我就自己做了一个这个电动的这个滚筒机，但是上次搬家的时候呢没有带。所以说，现在又恢复成手动来滚了，频率不能太高啊。然后这个滚动呢，其实也是有手法的，就是如果你滚得太慢，它有可能会显影不充分；然后如果滚得太快的话，也有可能显影过度。所以说这个完全是取决于这个经验，对。然后根据你最后显影出来的效果，然后来做一些调整。你要是能帮我摇就好了啊。A few moments later， 时间快到了，把它倒掉。如果要讲究一点的话，现在应该是要倒一步叫做停止液啊。但是呢，就是我没有那么讲究啊，也所以说直接倒清水也可以的，直接倒清水，然后把它洗一遍。也就是说，把刚才的我们的显影液的这个残留液呢，给它去除掉。就这一步，到底你是洗1次还是洗2次，其实问题都不是太大的。最主要是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把之前的药水给它洗干净就可以了。好，其实，在我们之前显影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先把定影给它配好，但是我没有配，所以说现在就。放在这儿，然后来配定影。定影呢也是这个 ADOX 的，然后是1:9，也就是说1份它1份药水，然后9份清水。那如果我要配250毫升的话，就是多少？就是25毫升的药水加上225毫升的清水。定影药水，其实定影药呢就可以用的次数更多了。根据我之前的经验啊，我的定影药水最多的时候可能冲个10几卷胶卷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还是要注意这个每次冲胶卷的间隔期，你前后间隔时间不能太长，因为药水它会氧化嘛，然后氧化完了之后，这个它的药力啊各方面就不够了。然后当这个定影药水药效不够的时候，它最后定出来的这个胶卷就不通透。说白了就是它没法把这个胶卷上面还没有显影的那个乳化银啊，等等化学物质给它这个清洗掉，所以说最后的就会呈现出来的感觉呢，就是在胶卷上面有一层雾蒙蒙的东西。但这个如果你发现我们定完影之后，你把这个胶卷底片取出来，发现上面并不是很通透的话，也很好解决，你再把它放进去，然后再定影就可以了。那到了定影这一步呢，其实它就不怕光了，你把它拿出来也没有任何问题。好，定影的时间呢，30分钟、4、5分钟都可以，比较随意了。那这一步也是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好，我们还是定个时间吧，定个5分钟吧。这一步完了之后呢，其实就是水洗了，剩下就是水洗了。但是在水洗之前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叫做水洗促进液，来泡一下，给它浸泡个1分钟左右。它的作用呢是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定饮液给它用化学的方式给它中和掉。这样的话就是会待会儿在冲洗的时候呢，就冲洗的会更彻底一些，同时可以减少水洗的时间。因为水洗的话，通常它要求你要在流水的状态下冲洗10分钟，但这样的话其实是蛮浪费水的。现在水资源又是非常紧缺的一样东西，所以说最好是用这个水洗促进液给它把之前的这个残药给它去一去。然后呢，就是我们水洗的时间就会变短一些，然后其实也可以变相的省出一些水嘛。你看这个药水缸子里面各种各样的化学药水就混合在一起了。我记得以前这个高中的时候上化学课，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各种药水混在一起，差一点就这个把实验室给炸了。好，现在打开看一看。对，现在就可以直接打开了，因为已经定过瘾之后呢，里面的影像已经是固定在片机上面了，对，它就不会受到光线的影响了。我们来看看啊，来看看，哎，你看，这样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看到没？这就是很显然是定饮充分的，对，说明我们已经定好了，并且呢，这个定饮药水的药效还是蛮强的啊。倒掉之后呢，其实可以先用清水洗一波。然后再用这个500毫升的水的话，滴入4到5滴就可以了。我这个瓶子正好是500毫升的，所以说直接往里面滴。哟，这是粘稠状的吗？怎么滴一滴的啊？哦，好吧，刚才算3滴啊。混合的方式也是特别直接啊。然后浸泡，哎，可以的，可以的，我已经看到了，应该是歼16滴了。好，这个时候就要上水冲了，早起，冲水去了。对，这其实就是一个花时间的一个过程，然后直接让它在这儿冲就 OK 了。只要待会儿保洁大妈过来不批评我就好了。好了，水洗已经结束，配个稳定液，1、2、3、4、5，好。这个浸泡个几分钟之后呢，出来就什么也不用管了。像以前的话，我最早的时候我还会用刮水的一个夹子去刮一下，但那个的话就是第一，我觉得还是刮得不够彻底，然后还是会有水渍出现，然后另外它有可能会把这个底片给刮坏掉，所以说我不建议啊，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泡一泡，然后浸泡一下，等个1、2分钟，然后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直接一挂就行了。我已经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了，成功的，把它夹起来挂在这儿，然后等它晾干就可以了。对，你看，好看吗？那就整个把它放大。好了，的确是很不严谨啊，中间有数次感觉差点就要翻车了，但好在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留言来问我，我一定会严谨的回复大家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